说，到底是谁的孽种？你竟然敢背着朕做下此等龌龊之事！朕要诛你9族！陛下要杀便杀，臣妾什么也不知道。这小子平日里大气都不敢喘，今天这是怎么了？陛下，发生什么事？魏王来得正好，这贱胚竟然背着朕偷人，还怀下孽种，朕今天要灭他9族！陛下，这是关乎皇后，一定要查清楚。若怀的是龙种，岂非是横生了天大的误会？对，误会？呸！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朕这半年来都没有碰过他。哦，那没跑了，肯定有奸夫。朕知道了，难怪你前些日子总想着出宫回府府，朕还当你不过是想念你父亲了，原来是跑出去偷情。陛下先冷静，难道陛下想要天下人都知道此事吗？皇宫出了这么大的丑闻，要是传出去，刘协没面子，老曹也是颜面扫地，所以老曹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刘协把事情闹大的。子申，皇后娘娘身体抱恙，先派人送娘娘回府府休养吧。DS， 曹阿满，你把持朝政，当朕的家做朕的主，朕也由得你了。如今这是朕的家事，你也要管吗？陛下不是说娘娘是宫外孕的吗？可见这个奸夫就在许昌城内，故把娘娘送回府府，娘娘肯定要跟奸夫见面，这不正好将其拿下吗？哦，这计策好，请陛下放心，半月之内孤必拿下此人。孤倒要看看是谁给他的胆子，敢对当朝皇后动了心思。好，朕要将此人五马分尸，抄家灭族。果不其然，一天夜里，父皇后借着夜色，在寒风中走向虾府，把身后的2双眼睛看呆了。大哥干的！亲娘嘞，大哥的胆子是真的肥呀，竟然连皇后都敢下手。虎皮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照实说呗，魏王知道能咋地？某不信他会对大哥动手。不行就把魏王给灭了。我跟你说，臭小子，姑是告诉过你少妇的妙处，可你倒好，跑去把皇后给整怀孕了，姑真是服了你了。这件事除了你们，还有人知道吗？没有。魏王在想什么？憨皮，这还看不出来吗？魏王是打算包庇大哥了。哦，你们去清查一遍，若还有人知情，必须灭口。姑要去一趟虾府。 Yes。虾郎，你说，因为天下只有一个皇后，所以才想得到本宫。若有朝一日，本宫不再是皇后了，你还会喜欢本宫吗？呵呵，娘娘在微臣的心目当中，永远都是皇后。难道在你心里只把我当皇后吗？不管你是不是皇后，我都喜欢你。真的吗？真的。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福皇后感觉这些日子受的委屈都化作了云烟消散。她知道，最平凡的爱情在皇家也是奢侈的。皇后今天不对劲，难道是？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能俘获皇后娘娘的芳心？原来是姑的军师，这就不奇怪了。此事与他无关，魏王若要问罪，拿本宫便可。虾仁，你虽为孤立了些功劳，但你可知与皇后私通是灭9族的大罪？这次恐怕姑也保不住你啊！哎呦，9族就我一人，老曹你撅个屁股，我都知道你拉什么屎，还跟我演上了。魏王，本宫求你放过他，你不念在他跟随你多年，也该念及他为你立下的汗马功劳吧。只要你肯放过他，本宫愿意一死。没想到这几炮打下了这么坚实的爱情基础。看来是姑多心了，还真不是刘贤那小子的离间计。娘娘没事的，我说过，有我在，你一定不会有事的。虾郎，魏王真的愿意放过你吗？皇后娘娘，你先下去吧。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呵呵，都是魏王教的好啊。姑可告诉你，皇后有喜的事情，陛下已经知道了。啊，射得这么准！虾仁一脸懵逼，没想到自己穿越后种下的第一颗种子，竟然是在福皇后的身上。小皇帝那里姑倒是好解决，但是你们长此以往可不是办法。况且他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若不想个法子，终究掩盖不住。这个，魏王你说怎么办？
哎呀，真想不到孤的军师也有问计于孤的一天。好了，这事孤会为你摆平，你就不用担心了。禀陛下，已经拿下了与娘娘私通的小厮，原来是福家的一名家丁。昨夜典将军已将他五马分尸。对，一个家丁，不可能吧？情情爱爱这种事情，孤不了解，大概是娘娘被冲昏了头脑吧。那个贱胚呢？朕要砍了他的脑袋！陛下，娘娘毕竟是国母，要嘎她罪名必须够大。可是这件事又不能昭告天下，否则只会伤了陛下的颜面。所以孤觉得还是先缓一缓吧。曹贼竟然要对皇后网开一面，难道这事是他干的？爱卿一向善于给人冠冕堂皇的罪名，如今朕想嘎一人，爱卿为何要阻挠？孤实在不明白陛下为何对一个弱智女流赶尽杀绝。她怀了野种，就这一条，难道还不够吗？陛下，娘娘生孩子已经很辛苦了，又何必介意她怀的是谁的孩子？臣不善言辞，请陛下恕罪。陛下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孤倒是觉得典将军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告退了。几个月后，荆州方面蔡瑁和张允发来了快报，请曹操前往检验水师的训练成果，同时派人通知虾仁同行。福皇后再有4个月就该要生了，这种时候离开家，虾仁有些不舍。夫君，荆襄水气重，要保重身子。知道了，书院的事情你也不必事事躬亲，可吩咐人去做。哥哥，我跟你一起去吧。珍儿妹妹，乖乖在家等着哥哥回来。哦，对了，记得多准备几套服饰，等我回来玩。讨厌了啦。秘密，我知道你最近想家，我去荆襄不知多久才回来，你也可趁着这个时间回一趟无极。多谢夫君。娘娘，家府的周围都有魏王安排的巡防营，加强值守，就算我不在家，也没人能进来，你安心养胎。瞎郎，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呵呵，儿子像我一样聪明，女儿就要像你一样迷人。总之，我们的孩子我都喜欢。老曹统一北方，飘了，膨胀了，急着要南下跟3国最强海军部队比划比划，命蔡瑁为水师都督，在洞庭湖一带操练20万水军。这不，没几个月，刚操练好，老曹就迫不及待的要看看练兵成果。大哥，头好晕，这船摇晃的太厉害了，某快受不了了。哦，骑马是前后摇，这个坐船是左右摇，你们俩跟着船的节奏摇就好了。这办法好，有道理。随着战鼓雷动，旗语传递，一艘艘大船在前方不断交换攻防，快艇肆意的在江面上来回穿梭。魏王请看，这是我军采用的战法，以楼船推进，快船护卫，猛冲，海湖开道，充分发挥出我军军力与战船的优势。好，不愧是孤的水师都督。战报上说你带着水师多番到江东探水，期间可有与他们的水师作战？有过2次。哦，他们的水师战力如何？禀魏王，水上作战的第一兵器是弓弩，所以末将2次都是与他们在江上对射，并未近身作战。怎么吃亏了？是孤的水师射术不如江东吗？不，魏王，并非如此。因末将对这一带的水域了解尚且不及周瑜，被他引到了浅滩后，遭遇了围攻，所以这么说来，水战你不如周瑜了。回禀魏王，末将虽是吃了点亏，可后面已经了解这一带的暗涌、浅滩和风向，周瑜也没能再讨上半点好。孤就想知道，如今你可有信心战胜江东水师？那必须的。我军水师是江东4倍，战船的规模和数量都碾压江东，末将有必胜的信心。好，如今时机成熟，是时候拿下江东地界了。各位以为如何？这第一战先探探对方实力也好，我没有意见。虾仁也觉得这一仗该打，现在危险人物都集中在长江以南，这场水战是不可避免的。但长江不像攻城战，有的是花样给你玩。在这里，他甚至不觉得自己会比蔡瑁他们强。在下附议。老曹下令了，20万水师屯兵下口。最先掌握这个情报的孙策邀约刘备、吕布直接带兵到赤壁集合。中军大帐内，3方联盟会谈开始。诸位，曹操的水师已经在下口集合完毕，随时可能来犯。自今日起，我等需荣辱与共，齐心抗曹，方可扭转乾坤。希望诸位先放下昔日旧怨，通力合作。哼，
当年我血战虎牢关的时候，你爹还只能在关上看着呢。你个黄口小儿，今天还敢号令我，真是人心不古。吴侯放心，我等今日能齐聚于此，当是同心协力，共谋抗曹大业。无论昔日种种，都会先放下。哼！今日是三方会盟，我们江东5万水师已经齐聚赤壁，温侯仅1郡之地，也带着麾下1万多步骑赶来会盟。可刘一手自己不来，兵马不到，粮草不见，仅仅让一个卧龙先生过来，不知是什么屌意思。我听说刘一手可是去苍梧向吴举借兵抗曹，现在呢，他帮着吴举把胶州4郡都收入囊中了。不说多，几万兵马总该有吧？结果就来了一人，莫非所谓的联盟抗曹只是孙女两家？他躲在背后做无本买卖。此次大战以水师为主，而胶州一带只有不假，与大局的注意并不大。我主权衡再三，决定屯兵平乐，虎视零零以牵制曹操兵力，待军情有变，可北渡澧水，奇袭荆襄，令曹操首尾难顾，其势必乱。温侯的部曲也都是不齐，按照卧龙先生的意思，那他也没必要来了。在下早有言在先，水上作战全仰仗江东水师，可一旦破曹，跨江追杀，为国除贼，便要依赖温侯的不齐了。当然，我家主公也会从平乐出兵攻入零陵，以封锁曹操西面的生路。毕竟破曹而不能诛曹，便是纵虎归山。这番说辞堪称是滴水不漏，把程普、黄盖等几个老将气得满脸通红，又不知道怎么去反驳他。在下此来也不是空手而来，我主为江东水师准备了10万支箭，不知是否能让吴侯与诸位将军们信服我主的联盟诚意。我看你是冒皮皮大飞机，你孤身一人前来，箭在哪呢？请耐心等候，箭矢下月必到。若是刘皇叔能送来10万箭矢，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孤城皇命，奉天讨逆，荆襄整郡，望风来归。今率雄师100万，猛将1000员，欲除贼于江东。若有自误者，可知前来下降，以孙刘吕放弃一气者，杀无赦。攻城先攻心，老曹让人将这份战书抄写万份，抛在长江之上，沿江飘荡铺天盖地的战书。看着老曹的30万陆军、20万水师浩浩荡荡，孙策集团军的士气算是跌落到了谷底，甚至连军营里都出现了逃兵的情况。战还谋大，对面已经有逃兵出现，说不定此战我军可不这儿取人之兵。连风向都没弄清楚就敢直接开口，你以为魏王是袁绍吗？让贫僧来教教你怎么说话吧。魏王无数惨痛的历史都说明了一件事，危险往往是潜藏在令人忘乎所以的优势之中。数万人的大营，好几个军士根本无碍大局，在下以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扩大攻心计的效果。大鸿胪此言方为国士之言，不错，跟着夏先生确实有所长进。在下不过是学了先生的皮毛而已，但已受用终身了。这贼秃驴还真有两下子，难怪能在暗流汹涌的许昌混得风生水起。刚才我真是失策，不该率先开口。好，大鸿胪之言也是孤心中所想，得归即刻点上5万水师到赤壁江畔擂鼓挑战，孤至此要亲自观战。末将领命。弟兄们，自曹贼屯兵以来，我军士气低迷，若再避而不战，只怕他们会抑制不住骄狂之气，是我江东无人。你们说该怎么办？好，江东的儿郎们，今日一战要让曹贼知道谁是这长江之上的霸主。快放箭！这个季节，长江之上盛行东南风，而江东战船又轻巧，在速度上要快很多。眨眼功夫已经逼近曹军战船，孙策可谓是梭哈级别的战斗。别看来人才几千，可都是江东精锐，程普、黄盖、甘宁、太史慈等猛将个个以一挡百，锐不可挡。怎么回事？对方明明才几千人，就把5万水师冲得大乱。这蔡瑁到底练的什么兵？快看那艘赤马船上，那人好熟悉。远处一艘赤马船竟然在楼船之间，蒙冲之中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船头上稳稳地站着一个男人。只要有曹军战船逼近，不等船上将士抛出铁钩控制，他便会抢先跳上去厮杀。此人是谁？真是无敌于天下的水上功夫啊！好像是甘兴吧？哦，
不愧是百骑劫魏营，攻镇天下鹰的干星霸，可以说跟原著中7进7出长坂坡的赵云一样生猛。你认识此人？此人早年在刘表麾下一直不怎么受重视，后来听说他去了江夏，不知道怎么就到了江东孙策的麾下。论水上实力，只怕放眼几十万的曹营也找不到一个比他还强的人。此人的水上功夫确实了得。魏王，水师的阵脚已经大乱，此地危险，不宜久留。撤吧。首战失利，亲眼目睹江东虎将们战斗力的曹操，出奇的没有发飙，只是宽慰了蔡瑁几句就让他退下了。看来这一战还真是比估想象的要难一些，你们可有破敌之策？或许可利用此败杨作迁怒于蔡瑁，再令其诈降，以寻找江东水师的破绽。按照原著里，这一计其实是妙计，只不过行计的蔡中、蔡和是猪队友，两下就被周瑜看破了。夏先生，你觉得文和此计如何？不，蔡瑁本就是谄媚之徒，反复之人，因为打了败仗而被剥夺了军衔，生出了异心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做戏肯定要做全套，不能让对面看出破绽。好，那就按文和说的办。几日后的一天夜里，蔡中、蔡和携带着家眷跨江投奔吴侯，为表诚意，蔡瑁让他们带来了曹军的布防图。这张布防图上清楚地标注着曹军兵马布置、少骑安排、换防时辰，甚至连粮草、辎重的囤积的都有。若他们是真心实意归降，凭着这张布防图，足以攻破曹贼了。蔡瑁被贬前是水师都督，弄到布防图应该是不难的。布防等确认了蔡家兄弟的投诚之意，再做定夺。为了能让这次的诈降看上去更像是真的，无论是家眷和布防图都是精心准备的。至于对面会不会上当，只能听天由命了。都3更天了，还不睡觉，还在想破敌之策吗？呵呵，我本来就不擅长打水战，还不得多想想对面接下来该怎么做。历史已经完全改变，虾仁也不知道会不会还有铁索连环，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借东风，但他可以肯定的一点，周瑜和诸葛亮绝对没有一人是省油的灯。没关系，这里不是官渡，更不是当年的濮阳，姑现在兵强马壮，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怎么魏王还反过来安慰我了？我当然不急，只是希望能算计万全，我不想在最关键的时候棋差一招。有你在，姑从未担心过这些问题。回去吧，起雾了，湿气如此之重，就别在江边待着了。起雾了，哈哈，起雾了好啊。诸葛秀，你在船上干嘛呢？黄将军，我准备去取剑。哦，是吗？万一你要是跑了怎么办？黄将军，你我两家联手抗曹，为何屡屡折辱于在下？不是我要折辱你，只是你主刘备不出兵不出粮，现在你承诺了10万之箭，难道我不该过来一探究竟吗？我与你一起去，若是见真的运来了，我给你赔不是怎么样？这些日子亮子被他们几个江东老将折磨得属实没脾气，他心想现在正好借此良机震一震黄盖这些老将。黄将军请。二人带着20艘赤马船迎风向着江北飘去。周瑜这几天也没想通诸葛亮想干什么，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紧跟着亮子的船，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你不是去取剑吗？怎么跑这路来了？带着这点人，万一曹军冲出来，我看你怎么办？把船依次排开，用侧面对着曹军大营，然后擂鼓挑战。你疯了，想死也别拉上了我。不是你自己要跟来的吗？黄将军大可放心，曹军不会冲出来的。曹军才大败了一场，军心不稳，不会贸然出击。再者，大雾弥漫，曹军不明敌情，更加不敢轻举妄动。那你闹这一出想干嘛？功夫将军长于水战，眼下这种情形，若你是曹操，你会如何应对？敌情不明，当然是令弓弩手万箭齐发，射住敌船阵脚。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要曹船借箭。正是厉害，好厉害的手段。可是这种计策必须借助大雾天才可实行，莫非你在5日前就算准了今日会起大雾？呵呵，5日前我便算准了今日会起大雾，否则我如何弄来这10万枚箭矢呢？先生真乃神人也。长江之上的赤马船只是接了一阵箭雨，便再没有了动静。紧接着曹军楼船上的投掷器同时将头楼里数10斤重的巨石投了出去，漫天巨石飞来，
将赤马船一艘艘的砸沉。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又被他识破了？别想了，快，船漏水了，快跳水吧！黄将军，快跳水游过来，我在这里接应。是公杰来了，我们有救了。曹贼、奸贼、恶贼、逆贼！亮子本想草船借箭，借来的却是大石头，还搭上了江东大盗黄公父。事情还没完，另一边，泽荣奉命带着20艘绑缚着稻草人的赤马船，距离赤壁大营不足一箭之地，一字排开，雷动战鼓。一时间，江东水师射出了漫天箭雨。果然呀，军师料事如神，什么江东水师天下无敌，敢出来与我一战？侯爷的妙计果然是算无一策，可大红芦也一身是胆呀，换了寻常人早就被吓得站不稳了。你小子有前途，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多谢大红芦提携，属下万死不能相报。好了，箭也收的差不多了，传令撤吧。军师对我实在太好了，平白无故就送了这么大一份功劳，我该怎么报答他好呢？哦，大人别慌。你干什么呢？大人的珠子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小人在这里做下标记，等船靠岸了再下去找不就容易了。那你也用不着凿这么狠啊，都他喵的漏了。
末将一时不察，被打得措手不及。什么新手段？他们将船用铁链捆绑在一起，船头放了军木，拼命地冲击我方的战船。猛冲之下，我军的战船多有受损。没想到他们的脑子还挺活，用铁链将战船绑一起，增加稳定性，这样便可冲破我军战船。看着眼前的战船，曹操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若是将所有战船都用铁链捆绑在一起，这样一来战船不就稳定了吗？只要战船能够稳定，身后的30万步骑上去后如履平地，起飞都可一拥而上了。你给了孤一个好办法呀！这一次，孤最精锐的步骑可以临江水战而无惧了。议事厅内，老曹逼格拉满的想秀一把智商，将铁索连船的计策告诉了众人。奇怪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是庞统跑来献计了？魏王此计精妙绝伦，但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把战船都连在一起，一旦江东使用火攻，怎么办？孤竟然没想到铁索连船的致命弊端，大意了。若是等入秋之后，长江盛行西北风，孤再用铁索连船，是否可行？前有不测风云，虽说长江冬季盛行西北风，可并非绝对。只要被孔明抓住了一次机会，这数10万大军都将引黑长江。拿着几10万大军的性命去赌，确实不妥罢了。孤确实该打消这个念头了。魏王，到底是谁给魏王献的铁索连船之计？没人给孤献计，是孤自己想的。老曹想想也不对，就将张允水战吃亏一事的来龙去脉跟众人说了一遍。怎么？莫非你觉得此事另有乾坤？家是怀疑江东刻意连船攻伐，目的就是把连船之计通过这种方式传达给魏王。他们的城府竟有如此的深。孔明主意绝非寻常之人，有这样的心战也不奇怪。若真是那样，可有办法将计就计，请君入瓮？魏王，其实最稳妥的打法就是继续与江东对峙下去。魏王的背后有8州之地作为后援补给，可江东只有蜀郡底蕴，比拼国力，他们甚至1年都未必能坚持下去。老曹有些惆怅，这个办法虽然稳如老狗，但需要耗时1年半载，实在是太长，他有点等不及了。虾人也看出了老曹的忧虑。如魏王想兵行险招，假道是有一计。说来听听。我们将连船采用绳索，刀劈可断，大不了就是折损些战船，但只要把江东水师引进渡口，到时就有机会将他们一举歼灭。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孤不想错过，就按你说。哟，这不郭酒鬼吗？好久不见，怎么变这么虚了？肯定是被酒色掏空了。已经好了，没事了。有日子不见2位将军，来看看你们都忙什么呢？别提了，来了这么久，天天喝酒撸腰子，啥也没干，这仗打得窝囊了。要某说想这么多干嘛？把某和虎批送过江，再打虎贲营送过去，哪有这么多麻烦事？憨皮这话说的对，魏王啊，就是太谨慎了。某作为3军上将，却只能在后头看着干着急，不得劲。放心吧，2位将军，你们大哥已经设下妙计，请君入瓮。这次得手，我们便可长驱江东，2位将军也可大干一场了。只要是某大哥的计策，肯定行。这么说来，很快就不用过这种淡出鸟的日子了。来，为了夏先生的妙计，我们干一杯吧。不是，仲康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喝茶就行了。笑话，只听过庆功酒，谁会喝庆功茶啊？郭酒鬼，你是来骗酒喝的吧？我拿你2人当兄弟，你2人竟如此看我。魏王下令了，谁要是敢让你喝1杯酒，谁以后都别想喝酒了。某也不管你是不是来骗酒喝的，今天在这，你肯定是喝不上了。不是，魏王也不在这，就一口行吗？好走，多走。呸！横哈2丈。哟呵！曹军将水师战船连接在一起，开始在平稳的船上进行操练。周瑜收到消息大喜，跟亮子商议了一番，决定再用苦肉计和诈降计引诱曹军。孔明，我飘零万胜，受过的屈辱数不胜数，区区小事我自然愿意配合。只是此计真的能战胜曹操吗？主公放心，无论是曹操胜还是江东胜，我们都不会吃亏。怎么说？此战若是曹操胜，
我们顺势取吴地，若是江东胜，我们可顺势取荆襄，最后主公都将成大业。曹操胜，我何以取吴地？主公难道忘了马腾？马腾？我去信这么久，他一直都没有出手，我担心他。不会，马腾一定会出手的，只是时机问题。他不过是希望我们能与曹操僵持更久一些，最好我们能战胜曹操，他出手才会更有把握。西凉是苦寒之地，他不会放着中原这块肥肉弃之不顾的。可若是江东胜了，我们却拿下荆襄，到底是不仁义。主公，荆襄之地不是江东囊中之物，主公难道忘了公子刘琦了吗？他还尚在荆。迎刃而解。主公言重了。这一两日便会行苦肉计，到时江东虎将的话必然是颇为刺耳。为了大局，还请主公忍辱负重。孔明大可放心。主公，赤壁大战已经数月，我军军械、粮草损耗巨大，目前江东5郡之地也只能筹措到6万担粮草和5万箭矢。要是照这个情况下去，熬不到来年，我军就会因为后勤而被迫撤离了。看来务必要在入冬前结束这场战斗，否则将会不战自溃了。为了大汉国祚，为了清君侧，吴侯与江东的百姓都是费尽心血，此等壮举足以告慰大汉23先帝，足以上报陛下天恩。卑的身上流淌着高祖血脉，亦是深感诸位之赤诚。大汉有诸位义士，何愁国贼不除？刘皇叔、墨江等都知道你身上流淌着高祖帝的血。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当今天子皇叔，你已经说过很多遍，墨江耳朵都听出茧了。皇叔要真是有心除贼，就该带兵与我军会合，再不济供些粮草、军械也能体现你与我主联盟的诚意。德谋术不可太过。德谋将军，请理解我的苦衷。胶州地狭民寡，税赋不足，自保都难。而我毕竟是客居胶州，一应事宜终究是吴太守做主，还请德谋将军见谅。所以皇叔可以心安理得的2人就跑来会盟。我江东子弟血战长江，不知折损多少，你们呢？又做了什么？哦，对了，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比方说这位孔明先生就折了我们20艘赤马船，还害了功夫。我说过，此事不许再提。好，主公说不提，那便不提了。今天不是议兵之日吗？墨江有一计，或可破曹。哦，德谋叔请说。既然刘皇叔对大局丝毫没有注意，那就请皇叔带着你的卧龙先生回胶州去吧，我等自会设法破曹，就不劳皇叔费心了。这是什么破曹之计？主公有所不知，刘皇叔这些年从投靠公孙瓒开始，到徐州陶谦、荆州刘表，所有与他有关的人都没好下场。墨江就想啊，若是皇叔离开了联盟军，这破曹会不会就顺利了？这么说有点道理，看来这刘皇叔就是个祸水灾星。终于有个人比我还晦气了。刘备一直在安慰自己这是苦肉计，可程普竟然将他最痛苦的过去说了出来。一向信奉百忍成钢的刘备，此刻都受不住了。德谋术不可再蛊惑人心，快退下。吴侯，既然江东诸将对我心怀成见，避免影响军心，我还是告辞了。回到平乐，我也会继续与曹军对峙，望吴侯这头也不要误事。皇叔稍等，数月来将士们都是身心俱疲，理应适当放松，可军中无以为乐。听说皇叔一对双股剑舞得出神入化，末将请皇叔临走之前舞剑助兴。差点忘了，如今皇叔是单臂，那舞单股剑应该没问题吧？主公息怒，苦肉计是苦肉计。孔明，我真忍不住了。孙策见苦肉计效果有点太过，再演下去怕是要崩了，赶忙出来收尾。反了！程普，你目无军法，以下犯上，来人，拉下去，重打80军棍。当年我跟随先主公东征西讨的时候，你不过是个玩儿，今日你要为一个外人杖责于我，快插出去！三方联盟恐怕要黄了。黄了好啊，我们赶紧汇报给魏王。几日后，程普的启降信和蔡中、蔡和的密信送到老曹手中。看你们2人的表情，是在怀疑刘备用苦肉计给孤下套吗？呵呵，这还用得着怀疑吗？用脚趾头都能想到。那你们说说，可疑之处在哪？
刘备到此地也有些日子了，要抄早就该抄了，为何偏偏是我们连传之后期的争执？还真是，顾倒是没留意这个问题。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办，主动出击。连传的目的就是请君入瓮，所以他是诈降也好，还是夹带着一些我们没看到的阴谋也罢，他们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水门火烧连传，所以关键点是看他们怎么混进来。夏先生说的有理，在下附议。好，那就让张允越界挑战，看看对面能玩出什么花样。全军突击！曹军水师摆开架势冲了上去，可对面江东战船毫无动静，只与曹军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但对方在水门的保护范围内，贸然冲上去，可能会遭遇渡口投掷器的攻击。他们这是想干什么？蒋姐，这江东数倍不敢与我军对战，恐怕是怂了。不可大意，全军回撤。张允打了半辈子战，不明白他们这是唱的哪一出，也不敢大意。奇怪的是，曹军回撤，江东水师也跟着，一直跟到上游10余里处。张允再一次下令冲锋，但这次周瑜的船队没有躲避，两方交战到一起。将军快看，他们今天的战法有些反常，好像专门瞄着我们的猛冲来的。看来魏王说的没错，如今江东内部一乱，老将们都没出场，才会打成这样子。张允想不到那么多，只知道眼下的战局自己是占优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战船碰撞的声音依旧是此起彼伏，将士们的厮杀与哀嚎也没有停下。终于，对方在火光下发出新的奇语，随后开始撤退。我们赢了！禀魏王，末将奉命巡江，挑战江东，幸不辱命。今日终于将江东水师游出渡口，于江边之上举荐大获全胜。好，老曹很兴奋，今天的大胜证明了城濮投降8成是真的，而江东正处于内乱之中。张将军，我记得你是53刻就带兵出发了吧？为何到戌时1刻才回来？打了整整1天啊！面对虾仁质疑的提问，张允不敢犹豫，当即将整件事一五一十地说清楚，甚至连中间追逐、停顿的过程都没有遗漏。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这是有点奇怪。江东若是真的内乱，就没有理由出战；既然选择了出战，就没有理由开始避而不战。很明显，他们是有意在拖延时间。张将军刚才说入夜后江东军很干脆的撤退了，为什么非要拖到天黑呢？夏先生这么一说，在下也觉得这其中肯定有猫腻。战场上拖延时间，通常是为了等待援军，或者是牵制对方主力，达到包抄的目的。可这样的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两种可能都不存在的。你回营之时可点验过军中将士？每战回应，军中武长上报白副长，白副长上报督北，这般层层确认，并没有任何问题。那个战船呢？战船都安置在了荆襄水师的坡口啊。到底怎么回事？魏王，对面很可能借助着夜色，将敌船混入我军战船，一起回了渡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古的战船与江东战船可不一样，无论是大小、结构都相去甚远，混入了这样的船只，不可能没有察觉。呵呵，难道魏王忘了第一次败战被江东缴获了不少战船吗？那末将这边去清查船只。不算连环船，光是荆襄水师的战船也有700-800艘。你查到什么时候？你现在即刻派人登上连船，一旦有突发情况，立刻割断绳索四散。其次，传令水门楼船全军戒备，严防江东突袭。魏王，这还不够保险？不用解释，你只管说怎么办吧。公子，速去大寨传令，让子龙岭2万弓弩手即刻部署在泊口两侧，但见江东水师通过水门，马上万箭齐发。还有，让典韦、徐楚岭虎奔营过来，部署在泊口两侧，负责使用投掷器。另外，这已经是战损最小的办法了。况且这一时半会，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计策了。按虾先生说的办，快去吧。深夜，徐盛从船舱内探出脑袋，望了望天上的月亮，预计时间差不多了。弟兄们，点火，冲上去！被涂满火油的船头瞬间就燃起了熊熊烈火，朝着纵深处的连船冲了过去。加上东南风的助力下，火势瞬间蔓延了10几艘战船。就在他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曹军的战船竟然四散开来，纷纷脱离了。
曹军都是傻屌吗？用这种绳索怎么可能连得住战船？一旦出了江，还不一样摇摆不定？将军，怎么办？不管了，让将士们继续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然火势不大，但足以给外围的人发信号了。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造成更大的混乱。弟兄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点火冲上去！水门之外有3艘猛冲点燃了船头，玩命似的冲向了居中的楼船。待冲破曹军水门后，此刻渡口的深处也确实是混乱不堪，但并没有看到大量连船起火的痕迹。周瑜虽心生疑惑，没办法，这一仗他把江东家底都带出来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放箭！开炮！漫天火油坛子从天而降，战圈内瞬间一片火海。周瑜懵逼了，他是真没想到曹军竟然使用这种无差别的射杀。虽然对方的损失更大，但江东毕竟不可能像曹操这般财大气粗。将军丁奉和潘璋将军被擒，徐盛将军下落不明。我对不起主公啊！来人，吹号子撤军。此计折寿啊！哎，慈不掌兵，我也没办法，不这么做只会枉死更多的人。这一战，只怕荆襄水师的心都寒透了，故应该在三军面前罪己。此战过后，荆襄水师的人心肯定散了，凝聚军心是必要的，但罪己大可不必。魏王放心，我已想好对策。孤知道你也很难受，怎么做，孤都听你的。他娘的！也在前线浴血分子，为了阻止江东水师，北方军竟然对我们痛下毒手，这仗也不打了，你们谁爱打谁打。就是，他们北方军命挺贵，我们都是后娘养嘞，不干了。走，回家，都回家去，反正留下来也不过是死路一条，不死在战场上，也死在他们北方军的手上，那还打什么？我们一起走，他曹操要干的话，就把我们都ฆ่了吧。你干嘛？交代你们让姑如何自处。请魏王以社稷为重，暂时割下头发以待其手，待他日立功相属，
大鸿胪所言甚是，到时候再请大鸿胪到江边超度，他们一定能体谅魏王的苦心。曹操眼睛的余光瞥着全场，见下面将士开始跪下高呼，觉得演得差不多火候，快速拔剑悬空一割，一把头发落了地。将曹操的首级传示三军吧。瞧瞧，魏王就这样忽悠干部的？这一波操作下来，估计能收获不少军心吧。江北的少奇探报，今日辰时，曹军的数万铁骑突然北上，而且是轻装急行，似有大事发生。据报，陆军各营也在拔营，似有退军之意，中尉有什么看法？日前夜袭曹军渡口，曹操竟然敢下令朝着混战中的队伍使用火油，想必荆襄水师不肯再为他卖命，只能撤退了。不错，曹操如此不仁，部下离心是迟早的事。卧龙先生以为如何？吴侯在下以为只怕没那么简单。曹军若是真的北归，为防止我军追击，必会留骑兵断后。可吴侯方才也说了，曹军的铁骑是轻装急行，显然他们不是在撤退。不是撤退，那是为何？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中原地区发生了惊天巨变，曹操不得不立刻发兵救援。比方说西凉马腾突然带兵杀入关中，直逼许昌。对啊，退军也不可能如此的仓促，哪有让骑兵先撤退的？真要是这样，那如日中天的曹操现在可是面临着两线作战、岌岌可危的局面，绝不能如此轻易的把他给放走了。吴侯，此事应该不会有假。早在曹操南下之前，我便书信马腾，邀他进攻关中。马家也是世代忠良，眼下曹操大军都被我们牵制在下口，他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救驾机会。狗血门帘，全凭嘴。还有第二种可能，这一切只是曹操的阴谋，以退为进。诱使我军前去追击，他便可在原野之上将我们一网打尽。甭管曹操是真的撤军还是诱使我们，别管他就是。不行，这一仗把我们的家底都快打光了。如果确实是马腾来袭，而我们又放任曹操离去，等他再度南下，我们将再无力抗衡他了。也是，他有8州之地，粮草、军械、军事都是源源不断，而我们家一骑也不过是几个军，怎么跟人比呢？公瑾，你什么想法？主公，曹操生性多疑，他若是真的带着步骑北上，就断然不会把水师留在下口。我们只需等他战船开出，真假便见分晓。好吧，那便再等上一等。孔明，依你看，这会不会那瞎贼的阴谋？呵呵，无论是不是阴谋，周瑜都必须要出战。若真的是诱敌，不成功大可退回来，反正曹操折腾得起。到那时候，江东依旧是要面对断粮的危机。可若真的是撤军，江东就必须要追击荆襄水师，劫掠到足够物资弥补府库空虚，否则他们这几年都别想缓过劲来。那我们应该如何自处？若是江东在水上得利，很可能会紧咬着撤退的荆襄水师不放，那个时候是对零陵下手的最佳时机。对呀，曹操步骑撤走。
孙策和吕布都倾巢而出了，我们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了？刘备担心了，如果两家得手，实力倍增，到时候怕是看不起自己这个盟友了。我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这句话在刘备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主公，我们马上启程返回平乐，然后带兵跨江，先去零陵立足，再图长沙、贵阳等地。好，我们立刻出发。孙、刘、吕三方联盟如今都奔赴在各自战场，最先抵达的当然是江东的水师。看着前方浩浩荡荡的曹军战船，他们没有着急动手，按照约定，等对方尾部辎重船队通过回龙湾之时，里应外合攻坚清徐水军。将军，此前一兵你曾说，只要看到曹军水师出水，便可判断出真伪。末将没太明白。兴霸，你也在水上混迹多年，曹军水师战船4000，搭载12万军士的吃水深度应该看得出来吧？哦。一目将看，蒙冲不下200人，赤马不下300人，海湖不下500人。至于楼船，当有2000，而且都是满载军械的。这么算来，曹军水军肯定是全部撤了。兴霸好眼力。你们快看，对方辎重船队来了！主公，快下令吧！好，传令，赤马快船全部冲上去，将后排的曹军锁定。一声令下，200来艘赤马船很快冲了上去。就在双方战船粘在一起的时候，只见那些被蔡瑁称作是满载辎重的战船里，每一艘都冲出来200-300人。甘宁率先跳上对方战船甲板上，开始厮杀。对方5人一组，右手握刀，左手探向腰间的小布袋里，抓出一把粉末，默契地朝着冲来的甘宁撒了出去。顺风之下，甘宁双眼传来一阵剧痛。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大概能猜到是什么了吧？将军，快跳入水中，用水洗洗。落水后，他的双眼如同被烈火焚烧一般，一向精通水性的他，却只能胡乱地拍打水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军事的神器竟然这么管用，连金范贼甘兴霸都能一招撂倒。兄弟们，快将手中的粉末全部撒出去！来啦！整个江面上到处都飘荡着被曹军投洒出来的石灰粉，江东水师落水声与惨叫声一浪接一浪。甘宁、韩当、董袭等猛将全部遭到同样的待遇。这一切来得猝不及防。楼船上的孙策与周瑜看着眼前的惨景，瞠目欲裂。弟兄们，给我冲上去，鱼死网破，跟他们拼了！不可，主公，此地顺风，他们手中的妖物，就连兴霸他们也在片刻间丧失了战斗力。主公若是冲阵，只怕我们要全军覆灭啊！我们快撤吧！你说什么？我江东的儿郎们在流血，你让我撤？妄想！难道主公还没看出来这是那瞎贼的奸计吗？兴霸他们也不会同意主公一意孤行的，莫要让江东的儿郎们做无谓的牺牲啊！主公快看，曹军的战船逼过来了，一旦让他们缠住，我们就真的走不了了。快撤吧，主公！江东的儿郎都不怕死，可不留的有用之躯，如何为他们报仇啊？江表12虎臣，除了还在赤壁渡口的程普，全部都折戟了。这些人可是个个都与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过命袍泽。孙策真的做不到弃他们不顾。撤，快撤！不要乱，大家不要乱，随我冲出去！吕布，有些年没见了吧？你也真是老了，腿脚都慢了，让某等了你好些日子。吕布怎么样？今儿咱哥仨再陪你练练，有咱哥仨送你上路，你也该荣幸了吧？文侯，下马受缚吧，今天你们是逃不出去了。弟兄们，若无你们，我早就死在了江东孙策的手上。可是这几年，你们跟着我，除了戎马血战，半天好日子都没享受过。现在我令你们下马，放下手中的长枪，投降吧。文后你怎么办？我要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战场上去了。温侯，多少年来生死与共，为何此时要分你我？誓死追随温侯！战！吕布，降了吧！这么好的部下，别让他们跟着你一起走上了绝路。你们有什么可豪横的？之前你们3人联手一起上又怎么样？还有你许褚，3人中就属你是弱鸡，还敢在我面前逼逼歪歪。哟呵！让我来。哈，是条汉子，别说剩我了。你只要能与我战个不分强弱，我今日便带着身后这群弟兄举手献降，任凭你们发落。文侯，赵子龙再次讨教了。叔父，侄儿没用，没能把他们带回来。伯父，你回来了就好。伯父啊，谁都可以伤心，唯独你不可以，坚强点。先主公在天上看着你，到军营里去，到将士们中间去，他们需要你，你在，军心就在。叔父，我明白了。
公瑾，你实话告诉我，接下来你可还有破敌良策？此战折损1万余人，不仅包含了江东虎将，还有江东最精锐的水师。没有了他们，即便有计策，恐怕也无力施展了。我知道江东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曹操如今的实力，哪怕是我们再连胜10场，只要败上1场，便会功败垂成。为今之计，只有一法可行。不行，我不同意，主公也不会答应。我已经是老朽了，如今几位将军已去，我便更加孤单。若是以我残躯能助主公成就大业，也不枉先主公当年的知遇之恩。德谋将军曹操是何许人？他连睡觉都会睁着一只眼睛，此去不过是飞蛾扑火。你身为江东大盗，怎么能在此时舍主公而去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显我江东儿郎的本色。你我都知道，除了擒杀曹操本人，这一仗是无法扭转颓势。如今这个局势是最好的时间，我吃了军棍，江东又大败，我去投诚，以曹操礼贤下士的性格，必会亲自接纳。他应该明白，以武力只能征服江东的地盘，征服不了江东的人心。可如果有我出面做安抚，江东人心必服，他一定会心动的。周瑜已经无法再劝，因为他明白程普说的是真话，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是我无能啊，公瑾，主公能有今日的成就，你功不可没。我走后，江东的未来就靠你了。前方深渊，身后地狱，方天画戟面前坚持不到5秒钟的，算真男人。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大风起兮，龙飞翔。好枪法，你比5年前要厉害得多，我认可你了。在我遇到的所有对手中，我吕布愿称你为最强。温侯武艺天下无双，我服了。还有谁？吕布，你很能打吗？能打有个卵用，出来混的，最重要是要有实力和背景。温侯，对不住了，军令如山，今天必须拿下你。打他！曹营流氓3人组又开始围殴吕布了。仅仅几个回合，吕布的方天画戟就很干脆地落在了地上。某也认可你了，能让某3兄弟一起动手的，天底下也就你吕布一人。呸！匹夫不讲武德。魏王，江东的水师将领韩当、甘宁、董袭等人都被我军打捞上来了，全部都还活着，就是眼睛瞎了。父王，那几个江东瞎子孩儿都见了，还未开口拉拢，便被他们骂了回来。孩儿猜想他们是铁了心向着江东了。那就找个好日子一起斩了吧。魏王，吕布已被生擒，在教场大牢看押，听候发落。刘备匹夫呢？回来的路上某问了，所谓的3方联盟，大耳贼就带了个诸葛村夫过来，一兵一卒都没带呀。不错，刘备是个聪明人呀，就用嘴巴联盟，真是人义无双刘玄德。魏王，吕布怎么处理？还能怎么样？斩了。魏王，吕布智勇天下无双，末将想，是否可以留着为魏王建功？好是好，可万一吕布大受感动，然后拜孤为义父，可怎么办？魏王，不必说了，吕布反复无常，丁原、董卓、杨允、袁术都先后成为冢中枯骨，姑不想成为第5个，跟江东那群瞎子一起砍了吧。文远和伯平让我们来求情的，你们俩怎么不吭声？瞧。
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了，肯定憋着坏。说吧，到底什么事？魏王，我就在想一件事，娘娘应该马上就要生了，也可能生了都不一定。我活着有魏王和子修在，天大的事情你们也会帮我扛着。我担心有一天我不在了，我的家人会不会遭罪呢？姑，就看你想绕多大的圈子。一句话，我就是想保护我的家人。说吧，你到底想保护谁？吕布。咦，他妈了个逼！吕布认你小子当义父了。哦，弄反了，那个他是我岳父。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女儿是我的女人，也是我的恩人。魏王可还记得徐州城外我被掳走那件事？其实我是被吕灵起救走的，得人恩果千年计，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父亲死在我的面前，请魏王放他一条生路吧。吕布的名声太臭了，虽说武艺天下无双，但心里埋藏着一颗不忠的心。就这一点，再多的优点老曹都不会看在眼里。但下人开口了，老曹还是要给面的。好吧，那就留他一命。多谢魏王。你先别高兴，有条件的。哦，魏王请说。其一，让他回去后献出豫章；其二，姑只能答应你留他一命，侯爵的身份也可以保留，但他不能待在军营里，也不能离开封地半步。哈哈，魏王放心吧，你不说我都会这么办。灵儿还好吗？还好，不过这几年在江东的日子并不那么开心，经常一个人发呆，也不像以前那样好弓马了。也许是打小让我惯坏了，性子有些执拗，还望你日后要多多包容他一些。当初说好来年春暖花开相见，可一别已经3年了。灵儿跟你的事情，他一直没有跟我提起过。若非入了曹营，我至今还蒙在鼓里。当初他说是自己从许昌救回了我夫人，许昌是什么地方？凭他一己之力根本办不到，是不是你帮了他？呵呵，当初也是灵儿救我在先，不然也没有后来的事了。你们俩还真是有缘。此去你尽管放心，只要你们大军一到，便可接手豫章。温侯，我等你回来，还要再向你领教一番。好，江东都是鼠辈，号称是水战无敌，竟然被打得溃不成军，还把一群水师将领都给折了个干净，难成大器。还有这4姓家奴带着4000多骑兵，竟然打了个全军覆没！俺的天哪，这仗怎么打的？看来这些年他的勇略都练到女人的肚子上去了。三方联盟，2家都败了，这意味着老曹很快就要堂而皇之的跨江而来。刘备手头上这3万人，很难抗衡曹操的几10万北方步骑，他想不到任何一种获胜的可能。孔明，如今我们该怎么办？主公，眼下江东大败，吕布被俘，可曹操要想真正吞下江东的地盘，也需耗费些时间。我们要利用好这短暂的时间了。如何利用？舍弃零陵，转而进攻士燮，兼并交趾、九真、日南3郡，将胶州归于一统。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温侯还有何事？我到江东也有4年了吧？你把我从丹阳市一路赶到豫章，这几年我们打过的仗也不少，可惜啊，一直没机会跟你交手。人人都称你为江东小霸王，有万夫不当之勇，只不知真假。你到底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只是想领教一下你的霸王枪，是否真像传说中那么厉害？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但愿你还没老。希望你的枪法跟你的嘴一样溜。来吧，别让我太失望。这些不是孙策手下那群将军吗？魏王是打算今夜处决他们了吗？这不是等你吗？好了，现在人齐了。程普假意归顺曹操，被册封为平南将军，心想这第一关算是过了。可没成想接风宴过后，直接被虎贲双雄带到了教场。远处一看，地上跪着的赫然是甘宁、韩当、董袭等人。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Isn't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into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亲自跑一趟，或许能劝其二人归降，若得豫章。孙策一听就来精神了。豫章是江东6郡中最大的一个郡，如果能拿下，无异于是为江东增添了一道屏障。曹操想进攻江东，豫章是躲不过去的。孙策带着周瑜、太史慈一路驰骋，赶到豫章郡的治所南昌。吴侯带兵至此，所谓何事？文侯已阵亡于曹贼之手，如今我军撤离，想必用不了多久，曹军便会大举跨江。倒是将军以一郡之力如何抗衡？文侯待你们不薄，若要为他复仇，请将军与我部会合，共谋抗曹大业。难道吕布凭借一己之力杀出重围回来了？不可能，战报上说，围捕吕布的可是典韦、许褚和赵云，吕布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战胜他们3人。孙策，豫章的确会易主，但这主可不是你。此话一出，用后脑勺想想也能想到，吕布是投曹了。孙策和身后的将士下意识地扬起手中兵刃。不必担心，我若想杀你就不会出城，直接让曹姓请你入城，你们一个也别想跑。哼，文侯既已归顺曹贼，何不拿下我等建功？自然有原因，至于什么原因，也没必要告诉你了。既然如此，我等告辞了。且慢，文侯还有何事？我到江东也有4年了吧？你把我从丹阳市一路赶到豫章，这几年我们打过的仗也不少，可惜啊，一直没机会跟你交手。人人都称你为江东小霸王，有万夫不当之勇，只不知真假。你到底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只是想领教一下你的霸王枪是否真像传说中那么厉害。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但愿你还没老。希望你的枪法跟你的嘴一样溜。来吧，别让我太失望。独共暂时3用我的牙。